为何无人伺候啊？人呢？来人！丽华，真没想到是你呀！陛下喜欢吗？喜欢，朕从未见过你如此打扮，丽华。陛下，过来呀！陛下，等朕片刻。陛下，丽华，朕来了。丽华，你若早如今日一般，朕也不会一直冷落你。你放心，丽华，朕日后常来此处看你。陛下，啊！臣妾恐怕以后无福再伺候您了。啊？这是为何？母后听信谣言，非但不准臣妾恩养产儿，还要将臣妾赶出宫去。臣妾已经收拾妥当，明日一早便出宫，免得惹母后不快。丽华，你是朕的女人，谁也不能赶你走。你放心，明早朕便去找母后，让她收回成命。你就放心的在宫里待着吧。那产儿之事呢？丽华，春宵一刻，我们……陛下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丽华，我们……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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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！太后，不好了，皇帝！有话好好说，皇帝怎么了？皇帝驾崩了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太医，皇帝究竟因何而亡？皇帝是因为一时激动过度，血脉逆行，导致暴毙。怎会血脉逆行？
这……是不是你做的？杨莲花，你到底对玉儿做了什么？母后，我……启禀太后，皇帝乃是服用催情药物过量而亡，因此面呈灰色。微臣所言千真万确，请太后明鉴。你们都给哀家听好了。皇帝自登基以来，龙体一直欠安，却整日忧心国事，最终因体力不支而暴毙身亡。今日之事，若你们胆敢传出去一个字，休怪哀家心狠手辣。是。二弟，出事了！出了何事？皇帝驾崩了。此事可与你有关？当然无关了。难道你以为我会瞒着你们擅自行动啊？听宫中的人说，皇帝是服用了过量的催情药而死。这是自作自受啊！哼，没想到他居然这样死了。想必如今赵月和宇文氏族的人定会先发制人，控制幼帝，把持朝堂。我们万万不能让他们有可乘之机。哎，二弟，眼下宫中大乱，不如我们趁此。不可。为何？如今皇帝突然驾崩，局势变了，毒疮没了。赵月一党人想必一时半刻也掌控不了朝堂。眼下我们要做的是保住辅国大臣之位，万不能让赵月得头。没想到宇文赟之死来得如此突然，剩下宇文产这个黄口小儿，便好对付多了。你说的轻巧，正因宇文产年幼，他既能被我们控制，也能被旁人控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太后？不仅是太后，还有那杨皇后。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两个女人。说起来，最应防范的是杨坚，他很有可能也盯上辅国大臣之位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在皇帝身边多年，对皇帝的笔记很有研究。若是我此时拟一封遗诏，命我等为辅国大臣，即便太后心中再不满，也无计可施。二位亲王本就是皇亲，而我又是太仆，由我们来做辅国大臣，顺理成章，定不会有人怀疑遗诏的真假。高明，还是太仆高明啊！太仆高明。皇帝突然驾崩，赵月一党必定有所动作。母亲，有什么是孩儿可以做的吗？如今之计，唯有让你父亲当上辅国大臣，才能阻止赵月等人的狼子野心。只是，太后一向对我杨家甚无好感，此事谈何容易？母亲，孩儿愿意一试，说服太后。你放心吧，母亲，孩儿知道该怎么做。太后，您整日没吃东西了，喝口参汤吧。你给我滚！你这个灾星！你母亲独孤伽罗以我强武帝，你又害死了我的儿子。你们杨家，个个都是我的灾星。你走，我不想看到你。儿臣即便要走，也有些话必须与您说完。儿臣知道，此刻与太后说这些，并不合适。但情势所迫，儿臣不得不说，
因为此刻赵月一党定然已经有所行动，欲控制产儿，把持朝政。赵月一党，难道他也想做第二个宇文护吗？形势到了，也并非不可能。先帝在世时，赵月已联合几位亲王，一起蒙蔽先帝，掌控朝政，胡作非为。如今，先帝驾崩，他们又怎么会甘心之前的一切付之东流？这么说来，婵儿岂不是很危险？不只是婵儿，整个大周江山都危在旦夕。太后，婵儿与大周江山的未来，便全靠您了。儿臣自知，你一向不喜欢我，与我杨家常年不睦。但太后得承认，我杨家对大周一直忠心耿耿，如今更只有家父杨坚有对抗赵月一党的能力。若太后想保婵儿平安长大，不想看到第二个宇文护的出现，那必定要依靠杨家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儿臣恳请太后支持我父杨坚成为辅国大臣，我杨家必定尽心协助太后对抗赵月。你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吗？太后，您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王公重地，不得带兵入内，速速退下！太卜，我要求见太皇太后，你且让开。太卜带兵前来，是何用意？无需你管，退下。我若带兵直闯，就凭你们几个挡得住吗？把刀竖起来。速去通知左丞相。是。杨大哥，杨大哥，王贺那边传来密报，赵月一党已带着他的府兵进攻了。他们这是要逼宫。赵月终于动手了。太卜，诸位亲王，你们如此兴师动众，带诸多府兵进攻，意欲何为啊？回禀太皇太后，臣等为大周江山冒死进谏，恳请太皇太后下旨，罢除杨坚左大丞相于监国之职。哼，好一个冒死进谏！赵太卜和诸位亲王身着戎装，手持利剑，不知今日若是太皇太后不应允你们的进谏，死的会是谁？太后此言是欲陷我等于大不义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自然不是。臣蒙先帝不弃，临终前将陛下与大周江山托付于我，因此即便太皇太后误会，臣等也不得不冒死进谏。臣等恳请太皇太后下旨罢黜杨坚，重新选定辅国大臣。请太皇太后下旨。杨坚监国是先帝遗诏，哀家纵是先帝母亲，也绝不逆先帝之意。先帝在时，曾屡次斥责杨坚居心叵测，先帝圣明，怎会把江山交付于杨坚之手？放肆！依你所言，便是哀家假传遗诏。即便遗诏有假，也是杨坚所为，与太皇太后无关。哀家不相信杨坚是这样的人。杨家世代忠烈，
杨坚与武帝又是8拜之交，就算天底下所有人都背叛先帝，但他杨坚不会。至少此刻，带兵闯入我洪圣宫的不是杨坚，而是你们。依哀家看，的确有人要谋逆造反，但并非杨坚，而是你们。太皇太后所言，臣等万不敢当。但臣受先帝大恩，如今情势危急，需便宜行事。你要做什么？太皇太后放心，臣等绝对不会加害太皇太后和陛下。带走。放肆！你以为抓了我们便能威胁我父亲吗？你休想！是吗？那臣倒真想试试。带走。赵月，你若敢动我立刻血溅洪圣宫。不出半日，你逼宫害死太后、皇帝恩养之母的消息，便会传遍整个长安。到时，我看你当不当得起这个谋逆大罪。传我之令，为保太皇太后、太后与陛下周全，从即刻起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任何人踏出洪圣宫一步。是。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宫里形势如何？赵月如今软禁了太皇太后与皇帝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守卫森严，我们暂时无法突破。大哥，我与勇儿已分头联络了杨家旧部，他们皆愿听从大哥调遣。我也联络了韦孝宽，他愿意带领手下2万府兵助我们起事。此刻大军已驻扎长安城外，只需你一声令下，即刻进城绞杀赵月。另外，徐卓大哥一直运用藏心，暗中囤粮，打造兵器，随时可供应用。好，有了这些兵力，再加上得当的调度，何愁大事不成？铲除奸臣，还天下太平。没想到，如今竟到了这个局面。想我北国公主嫁到大周，从王妃、皇后、太后，走到这太皇太后，享尽了一生的荣华，眼下竟落得如此下场。赵月逼宫之事，不久便会传到杨家，父亲定会来救我们的。救与不救，又有何区别？母后这是何意？即便今日逃出这囹圄，他日又会被关进来。我们孤儿寡母，永远都是受人摆布。母后，为今之计，只有找一位年富力强的新君，才能带领着颓废的大周开创新的局面。凭我们，是无法做到的。母后是想将皇位传给某位亲王？自然不是。他们狼子野心，眼中只有对权力的迷恋，如何治理得了国家？若将皇位传给他们，我们的性命怕是不保。尤其是产儿，他们必定除之，以绝后患。那母后意下如何？武帝文韬武略，但这一生却都在忌惮杨坚，甚至是嫉妒他。杨坚确有9五之才，这些年为大周立下赫赫功勋。若没有他，大周怕是早已覆灭。也只有他，才能保我们性命无虞。不可。为何不可？父亲是外戚，若上位，会遭天下人的耻笑。他没偷没抢，何来耻笑之说？我也是自愿禅位于他。杨丽华，我与你相处多年，并不是不了解你。比起独孤伽罗，你野心更深，但你却不及他聪明，知事理。产儿为帝，你为太后，
若杨坚为帝，你只为公主，你意难平吧？是又如何？父亲一生忠义，他必定不会答应。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。阿勇，我尽力了。我相信这个决定，一定会支持我的。我这一生，终于做了一件令你满意的事。哼！太皇太后真是不识趣儿，居然软硬不吃。照我说，干脆杀了他。太皇太后杀不得，他一死，杨坚的监国之位就算坐实了。如今我们起兵是清君侧，若到那时就真成谋反了。太仆说的对，坐。如今他们被软禁在洪圣宫，我们可从长计议，商量对策。虽然我已下令封锁了他们被软禁的消息，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即便撑过今晚，明日早朝大臣们亦会发觉异样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必须先下手为强。太保，可有何计划？师傅，怎么了？师傅，杨坚已调动4方兵马，正准备进攻。什么？不行，形势紧迫，若被他们救走太皇太后与皇帝，我们便毫无胜算了。召集兵马，即刻进攻！周越，你是强弩之末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杨坚，你确实厉害，可如今皇帝在我手中，你能奈我何？太皇太后，你还不快下旨，将皇位禅位于我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皇帝！赵越，你杀了皇帝，也别妄想出这洪圣宫。是吗？我若一直挟持着皇帝，岂会出逃无门？赵越，你痴心妄想，你想挟天子以令天下，也要看看你挟持的是不是天子。不好，不可！天下大乱，急需能人之士带领大周重现辉煌盛景。我宇文家尽力保全大周，但已无力回天。现哀家宣布，将皇位禅位于杨坚。太皇太后，不可呀！杨坚，武帝生前与你情同手足，你的人品、能力都无需质疑。这些年，你为大周殚精竭虑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也只有你
能担此大任。国家兴亡，大丈夫该迎难而上，你莫要推辞。我杀了你！小心！大哥，独孤兄，大哥，大哥，伽罗，我活不成了，以后恐怕不能再保护你了。大哥，撑住，别难过，大哥这条命早就该绝了，是父亲、母亲放心不下你，才一直保佑我活着，来守护你。我要去找你嫂子了，她独自一个人走得早，孤孤单单的，太冷清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团聚的，我求求你别走，一定要撑下去。杨戬，从今以后不能再陪你们作战了。我把伽罗全托付于你了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杨戬拼尽全力，也会护伽罗一世周全。银娥，让你等了那么久，我这边来了。大哥，大哥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不要丢下我，大哥，大哥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。大哥若在天有灵，看到你这么难过，他也会不得安宁。他希望你好。大哥从小就很疼我，独孤家出事后，他没有过上一天安生日子。他为了护我周全，战战兢兢。如今还为我而死，我原想等风波平息之后，他便能同从前一般逍遥快活。可他终究还是没等到。大哥临终前说他思念大嫂，相信他们此时在一起团聚了。是啊，我大哥同我大嫂终于可以团聚了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。怎么，你果真有继位之心？叔父，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。好，好，
杨忠生了你这么一个好儿子呀！皇权之下，你该如何向列祖交代？你便是答应继位，也无妨。我会去求太皇太后，收回成命。哎呀，他要是劝动了皇嫂，我还是不是王妃了呀？哎呀，你少说两句。大郎，这皇权我们不争，但若降下这大任，我们亦不推辞。父亲说顺应天命，我们便顺其自然吧。伽罗，知我莫若你。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！尉迟将军，太皇太后，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尉迟将军，我知道您为何事而来，但我心意已决。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天下改姓吗？从前我也许不肯，可是我看到杨坚等人的态度，我肯了。若是他一口答应，我还有所犹豫。如今看来，他们的确是忠肝义胆之士。大周交与他，我放心。阿雍也会支持我。荒唐，荒唐啊！世上就有你这样的太皇太后，将自己家的江山拱手让人。太祖，我们一同打天下，没想到这天下，老臣终是没有为您守住。那不然能如何呢？您是老臣，您与太祖一起打下这江山，可这江山先被宇文护一党掏空，又被赵月一党染指。您在哪儿？您做了什么？若是江山稳固，谁会愿意拱手让出？可如今这局势，即便是太祖，他也不会吃手。天下大乱，能者上。为了百姓的安康，我没做错。是啊，大周成如今这局面，老臣难辞其咎。太祖，老臣无能啊！但老臣仍要为你死守住这江山。尉迟将军，天下姓宇文，便不能改。老臣自当拼尽全力，守住这江山。尉迟将军，尉迟将军。打仗来的是什么？对，现在这个世道没这时候，你说他们说是还是咱们不是？外族的对象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左丞夫人，尉迟将军起兵说要平乱，眼下已经快要到沁水了。该来的躲不过。尉迟将军对太祖忠心耿耿，他定不会看着宇文家江山旁落。大郎，这一仗免不了。大哥大嫂，我父亲已经年迈，请你们看在柔儿的份上，切不可与他开战。大哥大嫂，他毕竟是我的岳丈，这……你们莫急。尉迟将军个性耿直，怕是此时听不得旁人相劝，唯有先将他拿下，日后再慢慢劝导。大嫂，刀剑无眼，一旦你们开战，无论哪方受到损失，我与二郎都无法自处，请大哥大嫂谅解。弟妹啊，尉迟老将军是看着我们长大的，无论如何，我定不会伤他。只是眼下的局势，我们已经退无可退了，只能勉为一战。蓉儿，事到如今，咱们便听大哥大嫂的吧。
大哥大嫂，蓉儿求你们，千万不要伤害我父亲。快起来！高大哥，你带领杨素、四郎前去迎战，尽量劝服老将军。如若不成，只可活捉。切记，千万不能伤了老将军。领命。领命。尉迟说：“降了吧。”我尉迟迥戎马一生，没想到今日会败在你们手里。这便是天命啊！我知道，将来杨坚一定会是一位亲政爱民的好皇帝。但我尉迟迥一生难事二主。既然我与太祖一起打下的江山已经覆灭，那我也无颜苟活于人世。太祖，尉迟迥尽力了，我这便随你而去。尉迟将军，尉迟将军。尉迟将军！尉迟将军，乃开国功勋，乌巢重臣，征战沙场，平定天下，呕心沥血，辅佐帝君，实乃大周之国主栋梁。无奈天不假年，如今他驾鹤西去，实乃大周之伤，百姓之哀。我杨坚在此立誓，若他日天下归心，必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，以为他在天之灵。你来做什么？
你也想劝我改变心意吗？若是我有办法让他当不了皇帝呢？杨丽华，我劝你收起你的心思。成为公主已是你的定局，你该懂得知足。既然你不肯改变心意，那若是杨坚为篡位，逼死当朝太皇太后，如此一来，他又有何颜面称帝？这个故事，您觉得如何，太皇太后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清楚自己在说什么。只要太皇太后一死，再将罪名嫁祸给杨坚，那他必定为千夫所指，朝臣所不容。那么皇位自然还是产儿的。你疯了，你真是疯了！疯了吗？哼，也许是吧。为了产儿的皇位，再疯狂的事情，我也做得出来。母后，儿臣便见你的命一用。杨丽华，你别乱来！太后，冷静啊，太后！太后，千雪，走啊，太后，太后，快走！太皇太后，发生何事如此慌张？你的女儿不惜栽赃嫁祸，也要与她父亲争夺皇位。这是何意？你女儿要杀了我，然后嫁祸杨坚，为篡位谋杀太皇太后。这怎么可能？她为了掌控皇帝，先杀了朱皇后，现在又要行刺于我。你教的好女儿，还有何事做不出来？杨太后去了何处？杨太后杀了千雪之后，便跑出了洪圣宫，往正阳宫方向去了。带着皇帝，你打算逃到哪里去？婵儿，你先去别处玩去。婵儿乃是先帝正统。我相信拥护婵儿的大臣必定不少，我要召集他们，向众人揭开你们谋朝篡位的嘴脸。你当真要与我们为敌？这是为何？我儿本是皇帝，我本是堂堂一国太后，享天下之尊。可没想到，这皇位最后却落到了自己父亲手中，真是滑稽可笑。婵儿是名正言顺继位的，谁敢抢这个皇位，便是我最大的敌人。你竟敢打我！我是太后，我是你母亲。丽华，这天下如何，你可知晓？这大周百姓如何，你可知晓？即便你身居太后之位，你又打算如何治理？你只知道权力迷人，却不知这权力背后的重担。婵儿当皇帝，我为太后，父亲依旧是朝廷重臣，杨家仍是朝堂上的权力中心，为何你们还要如此贪心？我为了保护杨家，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，嫁给了那个无耻之徒。可为何如今，连这个太后之位你们都不肯留给我？太皇太后与你不睦，多年来对我横眉冷眼，如今我终于等到与之抗衡的机会。可这恶气尚未出，你们竟垂涎起皇位，何来的大义？何来的忠臣？你父亲从未谋反，如今是大势所趋，他亦是顺应天命。
若非不恋权力，真心为国为民之人，怕是不敢接这重任。你父亲英勇爱民，他是顶着万千压力接下此重担。你以为皇帝这么好当？自古幼帝最易引起朝堂不稳，即便你父亲再位高权重，也无法平息政权不稳所引发的暗流涌动、权力争斗。这满朝文武毫无凝聚之力，国家如何兴盛？唯有稳固国本，百姓才能重获安稳。丽华，你将皇位想得太过简单了。借口，都是借口，满口的仁义道德，尽做无耻之事。话已至此，我知道你一时半刻无法接受，但终有一日你会想明白的，因为你是我的女儿。为父答应你，必当竭尽所能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。若你心中有大义，有天下苍生，有民间疾苦，便一定会懂的。我不懂，我不想懂。如今成王败寇，我甘愿认输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们，我再也不愿见到你们了。丽华，有朝一日，为父定会证明给你看。贾洛，我们走，让他独自静静。公元581年2月甲子日，北周皇帝宇文阐正式下诏，以周德进、隋王兴为由，顺应天命，禅位于阳间。公元581年3月3日，隋王杨坚称帝，立国号为隋。又恐隋带走字不及，改为隋，史称隋文帝，并于同日册封隋王妃独孤伽罗为皇后，立长子杨勇为太子，封次子杨广为晋王，长女杨丽华为乐平公主，二弟杨整为蔡王，三弟杨赞为滕王，四弟杨爽为魏王。高炯、杨素等人因开国有功而皆有封赏。自此，历经5朝的周国宣告灭亡，而杨坚和伽罗一心期盼的盛世就在他们脚下。参见皇后。免礼，一家人何须行此大礼？谢皇后。皇后如今是国母，理当行此大礼的。蓉儿，如今你夫君杨整已被封为蔡王。你亦是蔡王妃，况且你我都是杨家的媳妇，这么多年来如亲姐妹一般，你不该与我生分。啊，皇后，你我既是一家人，这礼数要顾，亲情亦要顾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谢皇后体恤。坐吧。我今日叫你来，是有事想同你商量。啊，皇后请说。你先坐下。
陛下初登大宝，前朝诸事繁忙，后宫亦是千头万绪。如今命妇会事务又繁多，故而我想请你帮我打理后宫之事。当然，你如今已是王妃，若你不想操持这些琐碎之事也无妨。我只是投你一问。皇后，臣妇不过是女流之辈，料理府中家事也就罢了，这后宫之事，臣妇是半分都不懂，只怕难以胜任啊。其实后宫之事亦是家事，家和万事兴。正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后宫安定了，陛下才能专心处理朝政。当然，后宫如今百事待兴，需要你协助我共同打理。你行上宫之首之权，至于日后，我定不会亏待你。只有留在后宫，才有机会接近独孤伽罗。独孤伽罗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臣妇愿意，能侍奉皇后左右，臣妇亦是高兴。免礼，你肯来，我便放心了。年上宫、姚上宫，奴婢在。从今日开始，你们便跟在蔡王妃身边，共同打理后宫之事。奴婢遵旨。来，好吃吗？乖。皇后驾到！参见皇后。来，乖，再吃一口。免礼。谢皇后。来，乖。来。丽华，我差人做了些你与产儿爱吃的菜，陪我吃一点吧。我这次来，是要将产儿带走。毕竟，未央宫如今这状况，也不适合产儿的成长。产儿本该坐在金殿之上，是谁害的他？如今只能屈居这种地方。丽华，是非道理，我早已同你讲过多次，你为何就是不能体谅？你要我如何体谅？是我的父母夺了我儿子的地位，你让我如何自处？如今你连产儿也要带走。毕竟是你亲手杀了朱皇后，等产儿懂事之后，你该如何面对她？你想过没有？够了，我不想听。我抚养他长大成人，我自己知道该如何告诉他。今日无论如何，谁也别想带他走。丽华，母亲知道你留下产儿的用意，大局已定，你又何必执迷不悟呢？放手吧。难道你做着一国太后，当真比做我杨家的女儿更开心吗？当然，那你为何要做这皇后啊？你夺走了我的地位，还要夺走我的孩子。独孤伽罗，我与你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仇恨？你要咄咄逼人至此啊！若将产儿留下，只会加深你的执念。你若真的为他好，便让我将他带走。谁也别想把他带走，谁也别想！别夺走我的孩子，他是我的，别碰我！独孤伽罗，我恨你！我怎会有你这样的母亲？丽华，母亲是为你好，前太皇太后会好生照顾产儿的。收起你的假仁假义吧！我杨丽华此生再也不想见到你，独孤伽罗，我恨你！无论你怎么恨我，你需记住，我始终是你的母亲。独孤
我恨你！皇后，他们来了。大嫂好大的架子呀！大哥都登基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可算有时间接见我们了。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起来吧。谢皇后。你还站着干什么呀？坐呀。弟妹让你坐，你便坐吧。谢皇后。大嫂，你做了皇后之后，果真不一样了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大嫂比起云婵和丽华，更像是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呢。弟妹，这是皇宫，得尊称一声皇后才是。那是同外人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大嫂不是一向不喜我们见外吗？如今大哥做了皇帝，那我们杨家可都是皇亲国戚。大嫂今日特意叫我和三郎过来，想必一定是有所封赏，是不是啊，大嫂？宇文珠，你还知道自己是杨家的人呢。大嫂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想当初你以公主的身份嫁入杨家。杨家上下对你礼遇有加，可你又是如何对待杨家众人的？我自然视他们为家人啊。公主的家人，不是只有宇文护吗？你明知宇文护欲对杨家不利，却为了一己私欲，甘心为他所用，将杨家的一举一动全部告知宇文护。这若是在军中，你便是敌方细作，按律当斩。大嫂，大嫂！皇后，珠儿本性天真烂漫，被歹人所利用。皇后，还请您顾念骨肉亲情，饶他一命。臣弟回去定当好好约束，不再生事。臣弟此番前来，不求封赏，只求皇后将我与珠儿贬为庶民。这是为何？臣弟跟随陛下多年，家族屡屡险象环生，一切皆为权力斗争之果。臣弟不愿再卷入纷争，只求平安喜乐，求皇后成全。贬为庶民？梁家，你疯了吗？为何要贬为庶民？我之前是公主，如今是王妃，我不要被贬为庶民。我自小娇生惯养，靠什么生活？这与被赐死有何分别？我不要被贬为庶民。不会便去学，只要勤劳能干，温饱不难。那皇后是答应了吗？大嫂，大嫂，你不能答应，我受不了这个罪，我吃不了这个苦。你闭嘴！婊子！你摸摸自己的良心。当年你不过是一个区区的月官，若是没有我，你能有今日？纵使我犯了天大的错，可是我对你的真心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如今我宇文家倒了，你竟如此对我，我终究是有眼无珠，深情错付了。珠儿，你对我好，我岂能不知啊？别难过，我们就做一对平凡夫妻，难道不好吗？你放心，无论前路是苦是甜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不离不弃。
这宫中争斗纷杂，人心叵测。其实离开这里，对你们来说，并非坏事。谢皇后成全，还不谢恩？民夫，谢恩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你们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望珍重。三郎跟珠儿已经离开杨家了。他们如今已为庶民，我们需暗中帮衬，让他们过得舒坦些。但是也需让他们学会自食其力。只是丽华始终不肯原谅臣妾，也不肯搬出未央宫。没想到我们母女一场，竟到了这般田地。母女连心，相信丽华只是一时怄气，你也不必太过心急了。臣妾明白。所以最后，臣妾便只能离开。丽华心中对我们充满了怨恨，臣妾也能够理解。在她心中，她是为了杨家嫁进皇宫，而杨家一直在牺牲她。她终究是我们的女儿，需多劝劝她，终有一日她会明白。她如今既然要住在那儿，就先由着她吧。怎么了？臣妾恭送陛下临朝。佳洛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朕说过，要与你共同治理这天下。陛下，古人云：“聘姬司臣，为家之所。”后宫干政，素乃国之大忌。陛下对臣妾情深，臣妾很是感激，但也不敢乱了分寸。你我夫妻同生共死，如今好不容易等到天下初定了，朕想与你共享这荣耀。能成为陛下的皇后，便是臣妾此生最大的荣耀。陛下，切莫忘了汉高祖时吕后的前车之鉴。臣妾只盼能为陛下安定后宫，白头偕老。大郎，其实朝堂之上是否有我的位置，我并不在意。我在乎的是，你心中一直有我。我在这里等你，等你下朝之后一同回去。好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陛下。大隋初立，根基尚浅。当此之时，休养民生才是重中之重。左仆射，臣在。朕命你彻查牢中死囚之罪状，进展如何？回陛下，臣与都官侍郎已重新核实了全国各州郡大牢中死囚的罪名，依照陛下的旨意，已赦免了除奸淫掳掠等罪大恶极之人的死罪，遣送回乡务农抵罪。好。启禀陛下，
臣与杜支尚书也已按照陛下的旨意，减免赋税，赐官牛于民，以促进农事。此乃详尽账目，请陛下过目。好，既平衡了国库收支，又体恤了百姓。杨御史，便按照此法继续推行下去。臣遵旨。陛下，自陛下登基以来，屡屡减税利民，如今各州郡民心安定，开荒辟地，再世耕种，大隋百姓无不称颂陛下的德政啊！朕起兵讨逆，为的就是天下苍生。如今朕初登大宝，自然要以百姓为先。前朝动荡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再加之赵越等人祸国殃民，导致民不聊生。眼下最重要的，便是要休养生息。朕屡屡减税缓刑，就是希望我大隋百姓能够明白朕的爱民之心。陛下，国之已始，理应施君恩于天下。臣认为，不如由太子代天子出巡，一来可彰显陛下爱民之心，也可体察民情。启禀父皇，儿臣身为太子，理当替父皇分忧。况且儿臣年轻，更应多多历练，还望父皇允准。左仆射所言甚是，朕便准你所奏。谢陛下。参见陛下。哎，不必多礼了。谢陛下。你们二人为何一起来了？陛下，太子此番出巡，须得有人在旁照料。臣弟恳请陛下准奏，让臣弟随太子一道出巡。臣弟必定恪尽职守，护太子周全。是啊，父皇，儿臣尚年轻，万一有何事处置不当，还有四叔在旁指点，多个人商量嘛。还请父皇恩准。这永儿自小便是四郎带大的，叔侄之情自然不一般。依臣妾之见，陛下若是不准四郎与之同行的话，永儿可要伤心了。也罢，有你在永儿身边，朕便更放心了。谢陛下，谢父皇。好了，快去准备吧，别光顾着高兴了。好，走啊，快走。都是太子与魏王了，还这么毛毛躁躁的。难得他们叔侄的感情这么笃厚，这般情谊，在皇家，当真是难能可贵。父皇，母后，儿臣也先告退了。好。参见晋王。都是父皇与母后的儿子，凭什么你是东宫太子，而我一出生就要作为质子受尽嘲讽？文韬武略，我到底哪一样比不上你？难道就因为你是长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请。请。两位舟车劳顿，想必已经饿了吧？来，两位请慢用。望殿下恕罪。陕州连年饥荒，虽说这酒菜寒酸了些，但已是我们能拿出最好的了。还请殿下与魏王莫要怪罪。陛下自登基以来，为了造福百姓，特意下旨减免赋税，赐官牛于民。为何陕州还是如此境况？可是你等办事不力，罔顾圣旨。望殿下明察，
陛下自登基以来，屡屡下旨广施德政，可除了减免税赋这一项外，其余的陕州百姓皆不能得利呀。这是为何？起来说吧。谢殿下。恕微臣直言，自从殿下下旨赐官牛于民，又命令国库出资采购耕具和种子，下发到各州郡，我陕州百姓便一直等，一直盼。可时至今日，却连一粒种子也未曾盼到。这不可能啊！那旨意都下了几个月了，一应物资也早已发了下去。这陕州并不算偏远，怎么可能还未收到？微臣实在不知。四叔，此事太过蹊跷，烦请四叔前去查明，好向父皇交代啊。好，此事便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今日早朝可有事要奏？陛下，陛下，臣有事要奏。臣斗胆请陛下下旨，赐死前朝太后阿史那颂及前朝皇帝宇文阐。这是为何？如今四海未平，前朝余孽不时在各地兴风作浪，更有甚者，以拥护宇文阐复辟之名义，裹挟渔民起兵造反，危害地方。若阿史那氏欲生事端，那我大孙又将风雨飘摇。阿史那氏久居深宫，岂能与叛军扯上关系？再说，阿史那氏自愿禅位，何来一心可言？臣是担心，这难免会被有心之人利用。臣附议。那宇文阐如今虽然少不经事，但若长大后知晓过往的种种，难保他不会生出异心呐。臣等附议。左仆射、杨御史，你们也这么认为吗？回陛下，臣认为，无论阿史那氏和宇文阐有无一心，出力的大隋都经不起任何折腾，赐死他们，乃是防微杜渐、一劳永逸的最佳之法。此事，容朕再想一想吧。